无事不语你，我要你所想的是你，我心中起的你有毛病啊！成上一世，我竟然在高空上的天阶耳殿下变成一只刚断奶的小狐狸仔，更惨的是，一睁眼就落在死对头魔界，不仅被魔兵当成狗仔撸来撸去，还要把我送去给死对头当灵宠。我好不容易挣脱笼子，找到机会逃了出来，却又偏偏误打误撞闯进了他的寝宫，眼看就要冲出魔界，我向着门那边冲去，结果门只是个障眼法，门后正是我那死对头的寝宫。哪来的耗子？你才是耗子！你们魔界全家都是耗子！哼，鬼知道这是你的寝宫。胆子不小，连本尊的寝宫也敢擅自闯进来，怎么不公布呢？你是小怪胎吗？这小家伙浅蓝色的眼瞳真漂亮，让本尊想起了天界那个人。等本仙恢复仙身，一定要报今日耻辱之仇。去打盆热水过来，本尊亲自给这小家伙洗一洗。若是公的就留下，若是母的，丢给本尊养的那群小灵宠交配。哎呀，糟糕！做狐狸怎么也像猫一样怕水啊？小狐狸，敢抓本座，本座得给你点教训。本尊公平点，暂时让你变成人形，好好思量。这小家伙长得怎么这么像天界云髓那只九尾狐？可是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给了你那么多灵力，居然维持人形不到1分钟，那本座就再给你点吧。你有毛病啊！只为你回眸一程，辗转反侧也悄然落下。小狐狸，手抬得挺高啊！小狐狸，胆子不小，不仅敢抓本座脸，还敢扇本座。你还好意思说我？谁让你帮我当狗耍的？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尊主啊，冥王殿下已经等候多时了，您先放下小狗仔吧，求求您了，那小狗仔才刚断奶，您不能这样待他呀！你别扇啊，本座跟你解释。笨狐狸，没有本座方才给你输灵力，你哪来的手扇巴掌？你是不是玩不起？我不仅被某尊亲了，还被看光了，我是一只不干净的狐狸了。本座回来再好好给你算账，乖乖等着。
竟趁我化形之时对本仙行冒犯之举，还以灵力禁制将我困在此处。叶岩，拿真心付了几许多个心。魔尊哥哥，这回让本王好等。找到云碎灵珠的踪迹了。这灵珠在六界消失匿迹多年，昨日我去人界出一点小鬼时，在附近意外发现了那珠子的波动神力。人界，这9位灵珠是云碎当年身死后丢失的，六界而言就是至宝的存在，怎么会在人界这种没有半点灵力的小地方？你放心，本王绝对没有看错。我们盟界向来对死去的神魔极其敏感，余城附近确实存在二殿下的一缕灵魂气息。此言若真，其余5界应该也有觉察，只怕不久后6界会因这颗灵珠再次引来大战。你还好意思提？当年那场天魔大战，若不是你存心挑事，云丽那家伙还不至于把火力都对准了你。怎么又说是本尊存心挑事？瞧本王这记性，忘了你已经缺失了那段记忆了。等你小子记起来就知道了。知道了，本尊过几日便去人界瞧瞧。叶眼，假如你得到了9尾灵珠，你会如何做？藏起来，他和云碎那小子一起藏起来。好好的一只狐狸，老兄本尊做什么？小狐狸，看在你长得不错的份上，本尊留你在身边伺候，你觉得如何？伺候你？脑子没病吧？想当年我云碎还没出生的时候，你这只青楼还在为了争宠讨我家父帝欢心呢。不愿意？那你也无用了。本尊让侍女带你去灵宠圈，过几天给本尊添个小狐狸崽出来。我又不是母的。那你听话吗？我听。你给我喝水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有名字，我叫云碎。谁与你提这个名字的？我就是叫这个名字。我说我重生了，你信吗？别逼本座杀你！云碎是9尾狐狸，你虽容貌上有些许像他，但你不过是只灵力低微的小狐狸罢了，还真是生性狡猾。你是谁手下派来的？来魔界接近本尊又有何目的？我没有刻意接近你，我醒来就到魔界了。算了，既然不肯说实话，那就锁起来吧。你所言可真？回陛下，臣所言非虚。二殿下的灵珠的确有了踪迹，并且生死石上，二殿下的名字已经失了。为何会消失？陛下，当年二殿下身死天魔大战，灵神碎成3000余片，掉落各界。我们寻了许久，只不过找回了少数。今日这生死石上既然将他的名字抹去，即代表二殿下虽未活在世间，但也绝非死去。一切都需要我们自己去寻找。你是说，碎碎可能没死？二殿下是生是死，亦或是已经轮回，臣不可妄自断言。太好了，小殿下一定是回来了。是啊，这么多年了，不枉陛下一直没放弃过寻找他的灵神碎片。那灵珠可在哪处出现过？回陛下，人界余城，在沉渊海中。小狐狸，本座亲你时，要乖乖长嘴。我再次睁开眼睛时，撑着沉重的身子从床上坐起来，看了看四周，发现自己还在魔尊的禁区。臭叶炎，等我恢复仙身你就完了！造孽啊！一朝重生，先是落入死对头的魔爪，被当狗一样耍了个遍。明明自己要问人家的名字，说了还生气，不行，我得想办法给他天界。你也真够弱的，给你施的暂时安神咒也能睡上3天3夜。尊主，
不打算杀我了？哼，急什么？本尊这几日有事，审你也是浪费时间。你说你叫云穗，怎么？这两字是戳到尊主大人的心了吗？重生了。你若不信，我可以证明。夜眼哥哥，放肆！夜眼哥哥反应这么大，是害怕我回来索你命吗？你这小狐狸果真是死性不改。从今天你就跟着本尊，以后你叫叶穗，不许随便改名字，还重生。我看你是断奶没断干净，脑子被驴踢了。尊主大人，这名字不好听。不好听，那也没办法，你受着吧。本座的人自然要穿本座的衣服。魔尊，你要干什么？您这样不太好吧？怎么不好？太近了。叶穗，过来。你这狐狸眼睛确实像他。不是像，我他喵的就是。小狐狸，本座亲你时要和他张嘴。尊主，您准备好了吗？你听见了吗？又是扇巴掌的声音。我没聋。这次我怀疑尊主藏女人了，应该是那女人没让尊主高兴。不过尊主也太不怜香惜玉了。你若敢跑，就试试。小狐狸，这种魔蛊就是专门下给你这种不懂事的小家伙的。你若不听本座的话，别怪本座让你生死不由己。放肆！谁允你乱碰本座的？爷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会听话的，真的。乖，从今天开始跟着本尊，你跟本尊出去办点事。去哪儿？凡间、余城、陈渊海。你真的要带我出去？别太激动，你要是不乖，本尊就继续把你拴在这里。夜眼这人是真的很小气，刚才都给我种下魔蛊，还怕我不听话。叶穗，别以为本尊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若敢跑，就试试。你怕这海？有点冷。这陈渊海怨气满腹，你觉得冷，那是因为你灵力太过低微，同凡人无异。那我离你近点，他们就不敢靠近我了。尊主，您的意思是，那海底有对我们用的东西在？云穗的灵神碎片。你在找云穗的灵神碎片？为什么他要找我的灵神碎片？这是我死了都不愿意放过我吗？小狐狸！敢挡本座，找死！你说碎碎的神神碎片是你的东西？怎么，是当魔尊当够了，打算入赘我天界，重新当个供神坐骑的小灵宠？
就凭天际也配？哪来的野崽子？真脏！放开他！原来是夜眼的灵宠啊！真他喵想说话，为什么偏偏这时被打回原形啊？这么想回去吗？看来挺效忠你主子的。你这只小狐狸怎么会被神力吸过去呢？你跟云穗到底有什么瓜葛？本殿不过扔了他一下，这就心疼了？哥哥，我是穗穗呀，为什么连你也不认识穗穗了？本座给你报仇。云穗的神力你也配觊觎？既然你想看，本座便满足你。云丽，敢碰本座的人，本座已经不再是那个废物了，而你将在这幽冥深处永世忏悔。青龙坠世，起！云是雪，西岭长城。几百年过去了，你还是没什么长进。刚刚打架的时候，发现九尾灵珠就在海底罢了，但是被人设了结界。既然用神力也无法破开那结界，就先回天宫将此事禀报给父帝吧，一切定夺在提。碎碎小狐狸，哟，新虫长得挺可爱嘛，这是受伤了？沉渊海底应该藏着云穗的灵珠，除了燕尘，这6界里怕是没有比他更丧心病狂的魔了。这双眼睛好像云穗二殿下，他身上没有神力，差不多得了。冥王殿下没事的话，就请回吧。冥界不可一日无主。你急什么？
小狐狸，跟我家黎黎玩玩。看来咱们的冥王大人还想着天劫那只臭凤凰啊！本王只是觉得这名字好听罢了。带着你的猫滚回冥界。想变回人形吗？过来。还有抱着我，真坏。叶穗，别乱折腾，你好好养伤。你也爱我吧，不然怎么不啊？窗外又下起了，这个借口不错吧？当我看上你的脸，惹人心碎了情。就是看到你一眼，就已确定了永远。那时候，车马慢，一生只道爱一人。这恐是燕尘刻意引我们前去。尊主，我们还要过去吗？当然要去，本尊倒要看看这只王八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明日启程去魅城，找燕尘算账。我和父帝寻了数年，去过6界众多地方，靠着身上的神脉感应，历经千苦才好不容易找到了1000多块，可这还远远不够，甚至有些在叶岩手中，我还得去抢回来。太子哥哥，你是在想岁岁殿下吗？锦瑶，你怎么来了？看来哥哥又找到了岁岁的灵神碎片啊！这么晚不休息，跑这儿来做什么？有劳太子哥哥关心。锦瑶这次来，其实是想跟哥哥商量一件事的。听闻岁岁可能在6界复生了，并且在借陈月儿底发现了他的灵珠，是吗？哥哥，我听陛下说你打算去魅城找烟尘，可以吗？怎么了？要跟过去？知道了。主子，云离收集的灵神碎片已有1000多片，还有几百片在魔尊手中。另外，云离已经打算去魅城了。你也跟着去魅城，切不可让云离发现你的身份。属下明白。我怎么会和叶远躺在一张床上？昨晚这王八蛋好像还偷偷给我洗了澡。他到底知不知道我就是云穗啊？小狐狸，不准跑！这次我们又去哪儿啊？去魅城，玄武烟尘在那里。去王八龟在的地方做什么？明峰哥哥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他王八龟吗？因为他长得奇怪啊，不蛇不龟的，跟那条短翅蛇差不多丑。不对，他一个小奶狐，毛都没长齐，哪知道八龟这个称号？脑子一热，还有其他好玩的吗？还有一种八卦仪，据说是夜神遗落在魅城的，可以算出自己的生死轮回。明峰哥哥怎么不说话了？我身上有刺吗？叶穗，过来。干嘛？我可没勾引他。本座有话想问你。云穗，你几岁了？自己上辈子活了多久来着？怎么想不起来了？ 1700岁。
放开！你暗疼我了。1700岁是云穗的年纪。这只小狐狸那天说自己重生了，难道他真是云穗吗？如果我一颗心被你俘虏，就流浪在你怀里的国度。我演你手掌心的纹路，砌成我的追逐。如果你每语都挂着苦读，哇，这个也太好看了吧！穗穗，我的穗穗，好像真的回来了。客官大人都瞧瞧，我这腰链戴在你们家夫人身上，可以当红线使。夜晚欢乐时，还会发出悦耳的声响哦。想买这个？尊主误会了，没有的事。我看穗穗跑这么激动，还以为很喜欢呢。怎么办？穗穗不想买，我想买。买来戴在穗穗的腰上，最好是在床上播给我听。你不是说没钱吗？两位公子可是要买给家里夫人的，夫人可是没来吗？带来了。贵夫人在哪儿呢？她就是。是你夫人？这腰链我要了。等我恢复现身，一定不放过这条坏龙。哇哦，不是哥们儿，我把你当兄弟，你却要当我嫂子。果然魔界的人脑子都有病，大街上干这种成何体统？引灵针怎么把我引到这儿来了？跟叶眼亲吻亲到哥哥面前，有什么比这更羞耻的事吗？不用找了。多谢，多谢。祝你们永结同心哈。穗穗，听见了吗？怎么不谢谢铺主？谁要跟你永结同心？你是不是有病？真爱降临，愿望成真。穗穗戴起来果然好看。哥哥，别走！既然都给我戴上了，也可以让你那魔骨安分了吧？你再亲本座一下，本座自然让他安分。眼下找哥哥要紧。叶眼哥哥还算讲信用。方才云穗吻自己的时候，他通过那丝灵香，真的感应到了一丝灵气，是青丘那边的屠神。看来那座红线的腰嵌果然有用。尊主，我们不追吗？他跑不了的。既然想去找哥哥，那就去吧，穗穗。有腰链和魔骨在，你跑不了的。穗穗小狐狸，你终于来到我的地盘了。尊主，是否需要现在动手？留活口，晕了就行，别伤到那只小狐狸。至于夜眼，本尊没兴趣管他。是。
二殿下，别跑了！他这是认得我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的重生绝对不是偶然，你是谁？哥哥，哥哥，别喊我哥哥，你只是夜眼的灵宠。你们魔界脑子都有病吧？见谁都喊哥哥，还很喜欢随地亲吻是吧？不知廉耻！什么阿猫阿狗都想当本神弟弟。哥哥说我不知廉耻吗？哥哥，你真的认不出岁岁吗？我不是阿猫阿狗，我是小狐狸。闭嘴！连本命法器都招出来了，哥哥打得好累。解药，不是说了不许跟来，把本神的话等耳旁风。哥哥，你没受伤吧？怎么会是苏锦瑶？居然还管我哥哥叫哥哥。燕尘的人胆子都这么大吗？我们太子殿下已经黑去的欣然还能红过来，帮本尊救下这只小狐狸。魔尊大人，请您管好您的小情人，我只是恰巧路过。云离，你救小狐狸这事，本尊应谢你。拿了岁岁几百片灵神碎片，本神迟早要你命。死绿茶，居然敢跟本狐抢哥哥！小殿下，外面太乱了，安心留在本尊的魔界不好吗？200年了，岁岁，我真的很想都说了我不吃，整日给我送5顿。你家尊主养的是狐狸，不是猪。岁岁真不听话，你还知道回来，真拿我当灵宠关了？不把你给当灵宠，关你这么久了，也该让你学会陪我了。等等，你来真的？本座何时跟你说过假话？我是谁？岁岁，我不是问这个。我是谁？这个重要吗？不重要吗？你不知道我是谁，就想睡我？叶言，你个混蛋！你认不出我也就算了，你还锁着我！几百年了，怎么脾气还是这么坏？你刚刚说什么？云穗，好久不见，200年了，小殿下。你不是相信我吗？本座一开始确实不信，一个离开了几百年的小狐狸，就这样毫无预兆的出现在我眼前，怎么可能相信呢？但是现在，本尊信了。敢这么对本尊发脾气的，自千百年来，你的确是第一个。所以你到底是怎么又肯信我的？本尊给你买的妖链是你们天界的东西，你带上它吻了本尊，自然会被逼出9尾灵气。叶言，等我回到天界，一定会让哥哥教训你的。那就看你有没有力气回到天际再说。小殿下，外面太乱了，安心留在本尊的魔界不好吗？200年了，岁岁，我真的很想你。乖，明天跟本座去趟冥界。还难受吗？不难受。殿下，你已经200多年没来冥界了，你这次来就只是为了那件事？封印妖尊乃6界大事，
不容小觑。清明，如果你愿意帮本神劝动魔尊出手，本神……你会怎样报答本王？你要的报答别太过分便可。殿下是不是把本王想得太坏了些？没有，本王会帮你，但是洛儿，你别总是这样，想着六界如何，累不累啊？本神既然是天界奉神，就有责让六界都尽可能安宁，所以不惜用这种方式来求本王，哪怕对方是你最厌恶的青龙，本王会帮你的。清明，你在冥界可曾发现碎碎的九尾灵气？你放心，云碎回来是迟早的事，你这么不要命的找他的碎片，别熬坏了身子。那个殿下，魔尊大人已经在幽路殿等候多时，我们实在受不住他存心刁难，殿下，求求你救救我们吧，我们这些当侍卫的也很难的啊。清明，多谢你答应帮我，本神先回天界了。你的伤还没好，今夜就先留在本王这里吧。你留下，本王现在就去劝叶言。谢谢你愿意回到我身边，碎碎。拥抱的温度，只有你清楚，通往幸福的旅途。怎么，你们家殿下在床上还没下来？你说是六界哪位美人有如此大的能耐，将冥王迷恋成这样？自然是不可多得的美人。你若是嫉妒，自己也可去寻一个，何至于为难本王的侍卫？本尊可没兴趣，怕伤了这只小家伙的心，对吧，碎碎？啊，你是那只小狐狸？别这么没礼貌啊！回答冥王大人的话。是我。你这次找本尊来，究竟所谓何事？想必你这次去北邙已经知晓锁妖塔的动静了。怎么叶，几千年前你将妖尊封印至此，现如今玄武现世，有意把他放出来。你若这次不出面秀住天界封印，苍玄怕是真的会被放出来。方才跟你在床上的那位，是你的太子殿下吧？居然能请动你来求我。哪位太子殿下？碎碎，把耳朵收回去。你其实也不用偷听的，本来我们这些话就没瞒着你啊，不是吗？我才没偷听。本座这次加身封印，已经是无暇之举了，当赏他们了。既然天界的人都在那儿守着，想必凭他们的本事，打跑玄武还是很容易的。毕竟凤神不是很厉害吗？清明，你知道本尊与天界大仇，居然还帮他来劝本尊。你方才说什么？我哥哥……他怎么了？反应这么大？清明，你同本尊好友多年，这可算是在求本尊。你可以当做是。那行啊，跟天界一起封印锁妖塔可以，但本尊需要他们亲自上宴，请本尊去。且不说哥哥为何会在清明床上，就说叶眼方才这话，他要是天界，他们天界听了都想叫哥哥用神灵火把这条龙烤了。没良心的狗东西，太放肆了！没良心的东西，当年可是父帝养了你这么久，让你封印锁妖塔也是对你们魔界有利之事，你居然还得寸进尺，要我们天界给你上宴，坏龙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坏？他们俩在一起也不是一日两日了，你上辈子怎么就没发现呢？笨狐狸！碎碎在那哭了。爷爷，我想回天界，我想哥哥和父帝。等天界的剑衣呈上来，本尊就带你去。碎碎，若能得偿所愿，我真想把你永远锁在我身边，再也不分开。
谢你愿意回到我身边，碎碎，我真的很想你。我知道。害怕花飘落，害怕雨坠落，害怕竹停落，有人在等我。爱上一个人，我们都没有错。自从和夜眼灵修后，我的狐尾便藏不住了。虽说灵修与二人修为都有益，可夜眼总爱啃咬我的尾巴，这个坏龙！趁夜眼不在，我要拿回我的灵神碎片，趁此次上天界的机会，与哥哥和父帝相认。回忆里是寝殿里与夜眼的缠传。是夜眼用龙尾缠着我的腰，转身哄我消气的模样。回忆里全是我与夜眼跨越200年的温柔情谊。醒了就跟本尊去天界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木婉在魂霄殿发现了你，就这么想拿回自己的碎片？本来就是我的，谁让你跟我哥哥抢？拿了便拿了，本尊不怪你。真的，你没拿回去？不过这数百片碎片，本座寻了整整200年，碎碎总得给本尊些补偿，对吧？你是不是要跟我灵修？夜眼，你轻点行不行？我还要见哥哥和父别。碎碎别怕，本座今日不碰你，我们去天界。天帝，好久不见。我终于回家了，哥哥，爹爹。这人怎么这么像碎碎？罢了，本身怎能因为一双相似的眼睛就把他当成碎碎？陛下这般看他，莫不是觉得他像碎碎？叶言，注意你的分寸。锁妖塔之事未平，先以大局为重。别跑太远，乖乖等本座回来。千年前，夜眼替天界出征归来，入殿受封前，似乎也是这样对我说的。可前世的记忆太过模糊，我怎么也想不起全貌。青龙，封印锁妖塔一事，你有何打算？本座可以助你们封印，只是玄武气息日渐强盛。当年本尊封印苍玄受了妖力，此事能否成，本座不敢保。你肯出手相助，已是万幸。朕信你与离儿冥王之力，定能成事。那陛下最好记住今日所言，若日出了差错，可别再把罪责全推到本尊身上，再赐本尊几记灭神鞭。本尊如今已是魔，你的灭神鞭早已伤不了我。陛下是想碎碎了吗？他竟然提到了碎碎。既然想，方才近在咫尺，为何认不出他？我愿意为你守候，可以后再也找不到那些我。若是不把碎碎还给天界，若是就这么把碎碎带回魔界，碎碎是不是就能永远这样安安稳稳地待在本尊身边？可碎碎从来不属于暗无天日的魔界，碎碎生来就该属于这片漫天霞光，属于无拘无束的自由。你是说他就是碎碎？你可认得这是天界何物？是天界的清心灵。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，若是今日还认不出他，往后云碎便是我魔界的人，与天界再无瓜葛。神灵。
神灵。哥哥，父帝，岁岁回来了。云穗的重生绝不是偶然，六界恐要大乱了。主子，既然云穗已经回来跟他们相认了，你也不必再住在灵虚殿了。为何安出去，少了云离的视线，届时偷偷跟随他们一起去北望。他们不是想三界联合继续封印本座吗？本座希望咱们天界的小殿下也能跟着去锁妖塔。主子的意思是，你要把云穗封在锁妖塔？不，本座希望穗穗可以留在里面陪本座。本座要让青丘一族付出代价。我的穗穗恢复了一点仙身，就想翻脸不认人了是吗？叶眼，这是天界，我已经被认出来了。你若敢乱来，本座敢乱来的话，你是不是要叫天帝和哥哥都过来看看？叫他们过来看看本座是如何享用你的。穗穗这是怎么了？难不成你真的考虑过本座说的话？我没有。穗穗，听话的话，本座审不走。本座有话跟你说，你和天界相认了，会再跟本座回魔界吗？从一开始，我就只想回天界，想快点跟亲人相认，但不知为何，看着叶眼，我竟然说不出拒绝他的话。不用说了，我都知道了。你很喜欢琉璃杯，对吗，穗穗？喜欢。好，本座知道了。一阵含笑，饮下苦涩，独酌。杯酒当歌，叶眼怎么不太对劲？不敢这心锁，人情换容，半仔细停泊。穗穗，你自由了，蘑菇不会再控制你，这世界不会再有束缚你的东西了。本座还是败给了你，穗穗，没办法，谁让我爱你呢？雁塔飞渡黄河沟，点点清香映迷谷。仿佛诛仙垂涎月朦胧。坚持住，穗穗，这些碎片必须与元神融合。哥哥，我受不住了。太子殿下，快住手！小殿下重生元神不稳，目前只能承受300片。若强行融合，神力反噬恐会伤及性命。该如何是好？唯有提升修为，增强灵力，否则他永远无法找回完整的自己。融合不了吗？真是天助我也！原来是你在背后搞鬼啊！叶眼哥哥，你喝醉了，穗穗。我没醉，抱抱，我要你抱我。好，我抱你，乖乖的。
我去北邙了，你会想我吗，岁岁？你别走，叶言，亲我一下，像梦里那样。岁岁，你醉了。你梦里可没这么温柔，在这里，你把叶子都撞落了好多，坏不坏，试了才知道。岁岁，这可是你求我的，永远别想推开我。好奇我每个透明的梦，难以捉摸对方是否是你出现。看着你的背影，光落在你手臂，谁藏在影子里哼着的旋律，一颗笨拙的心浮在蓝色空气，转过身来的你忽然张开了双臂，他还是离开，告诉我这是个梦境。天长，我愿为你伸手，将我心不让灵魂那牵赶走，抛开浪让你不会再受伤。尊主，您灵力耗损过巨，再强车会伤及本源的。坏主子，都把我熏得一身浊气，难怪小殿下上辈子骂你在树下没轻没重。什么树下？几百年前你让我拦他哥哥，自己在花园欺负岁岁，我是岁岁练的，只认他。所以那不是云穗的梦，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事情。我好像失去了很多关于云穗的记忆，但好像一直没放弃过喜欢云穗。再敢说只喜欢他，本尊就封了你的灵智。一群不自量力的东西，也敢妄图封印苍玄！别扑！燕尘，你总算肯露头了。青龙，别忘了天界怎么对你。你我本就是一路人，巧了，我们都心悦岁岁，不如等他来了，问问他的意见。今日必叫你有来无回！尊主疯了！千年前尊主被灭神鞭重创，此刻催动龙珠是不要命了吗？尊主催动龙珠就燃尽毕生修为，就算赢了也会油尽灯枯的。你的意思是，就算打赢了，也快没命了？苍玄还不出来！青龙弟弟这是急了，连龙珠都掏出来拼命了。你竟真敢用龙珠搏命！主人别傻了，快收回来，你会死的！对吧？朕让你封印苍玄，没让你拿命来换。原来陛下也会在意我的生死。当年你说，天界永远是青龙的家。爷爷的名字在消失，不行，我要去见他，现在就要。不等一人归。爷爷，
你不要命了吗？你别死，爷爷，你别死啊！那你亲吻嘴一下，干脆就不死。灯火微蕊，柔中一眼泪。假如你舍一滴泪，假如老去我能陪，银墨里成灰，别去的完美。爷爷，你醒醒呀！你看看我，你别死呀！苍玄，走！带青龙回天界。陛下，青龙如今命悬一线，体内火性灵力紊乱，经脉受损严重。要想让青龙苏醒，当务之急是先稳定他的内力，唯有以灵修方式加持他体内的灵力。而如今整个天界之中的九尾灵力，能与青龙的火性灵力相互调和，适配灵修之法，真是孽缘。父帝，我愿意救的，你们都出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陪陪叶妍。你个笨龙，居然真的打算用自己的性命去封印苍玄，疼不疼啊，叶妍？现在只有本殿下能救你了，还非得是灵修，快死了都还要占我便宜。你看，为了去见你，我还被父皇打了，好痛啊，爷爷。所以你要醒过来，知道吗？别丢下我。一阵含笑，饮下苦涩独酌，将一个绝世这心思尽含着，难自信听多。一边遗忘，一边听。落入这界，为谁人？空留了眼不归，望看这山世间，山后这是非。笨龙，你终于醒了！本殿下这几天为了救你，都快把自己榨干了。好了，本座这不是好好回来了吗？岁岁这几天
有没有想我？恢复的怎么样了？青龙，朕知道你如今的修为所剩无几，找你来是想帮你。陛下，想拿龙珠封印苍玄是本座自己的决定，即便修为尽散，也是本座自己的事，不劳您老挂心。青龙，要恢复修为，你就得去跳轮回台，去凡间历劫极其凄感，否则你毕竟是朕养大的，朕不忍心看你灰飞烟灭。去轮回吧，叶眼。或许轮回回来，你会想起那些被遗忘的回忆，我也会等你回来的。既然岁岁舍不得我死，那本座就去这人间一趟罢了。岁岁，你是在舍不得我吗？舍不得。叶言，时辰到了。岁岁，你还记不记得这是你送我的？你说这里面有你的3分神力，无论我身在何处，你都会找到我，回到我身边。岁岁，等我回来好吗？我会等你回来的。去吧，叶眼哥哥，眼哥哥。爱的角落，岁岁，别看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来生在吗？一双眼呀，系在日中的水面。这可不是一条普通链子，里面有我送给你的3成9尾本命神力。以后我要是死了轮回了，只要被烧成多久被消散，无论多远都会回到你身边的。因为这里不仅有我们在姻缘树下构思的母亲，还有我的本命灵神力，他们都会引着我回到你身边的。这样，你就再也不用怕忘记对方了。这样，原来是因为他们，云穗重生后才会不顾一切，第一时间来到魔界，因为魔界是我在的地方。穗穗啊，你真的做到了。看在还有气的份上，本少主救你，要不然你身先去吧。如何？少主，别得寸进尺，我们中原人也没你想的那么好欺负。少主，他只剩一口气了，怕是撑不住了。看在还有气的份上，本少主救了。你对待救了自己性命的少主，就这么没礼貌？是你救了我，不然你以为你现在是在阎王殿吗？那些刺客为什么追你？路过，
一个路过的中原人会被数十个顶尖刺客追杀，你当我这么好骗？总不能是他们跟本主一样看上你了，想抢回去当压寨老哥吧？对，你可知为了救你，本少主耗了多少奇珍？要不然以身相许吧，如何？别得寸进尺，我们中原人也没你想的那么好欺负。你们中原人都这么娇弱，养了10天伤，动一下就裂了。这是什么？蝶隐术，比你们中原的金疮药好用100倍。义字这样写，我叫楚嘉义，我叫云穗，加穗的穗。从今日起，我就是你主子。放心，我们苗寨会好好招待你的。我说缘分一如参禅不说话，你脸如莲花洒满了纸上的天涯，爱恨如洗山水画。嘉义哥哥，快跟过来！哎呀，嘉义哥哥，你好娇弱，这就要摔了吗？你给姑等着！穗穗，阿姐，我给你和阿爹寻了位中原美人回来。你怎么把人绑起来了？阿姐，他眼睛看不见，我怕他摔了。远方而来即为客，既然知道他看不见，还是要帮他带好路的。好吧，嘉义哥哥。伤好些了吗？皇上的关怀，在下铭记于心，日后定会报答。穗穗真是长大了，越发懂事了。尝尝这个，嘉义哥哥，好喝吗？好喝。穗穗，这位中原公子如何称呼？嘉义。哦，嘉义呀，你们中原名果然好听。嘉义啊，听穗穗说你是意外从山崖摔下来。皇上果真慧眼，我的眼睛确实是在山崖里被一野兽所袭。那你此次来苗寨是有要事还未办吗？不，我只是中原的寻常百姓，因此才会到山崖去。这种草药我们这边有的是，等你伤好后送你几两回去吧。多谢皇上。伺候本少主沐浴。好，让一个瞎子伺候你洗澡，你给我等着！跪下！你下来伺候我吧。我看你也不像是半点功夫都不会的样子，怎么就能被打得这么惨呢？少主是不是太高看了？少主，你们苗疆人的妖都如此娴熟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少主说笑了，这不是少主想要的吗？本少主才不会是这种人，你自己慢慢洗吧。他喜欢我，他是不是喜欢我？没错，他一定是喜欢我。雨下一整晚。睡吧，睡醒了病就好了。可想出医治那小瞎子的法子了吗？少主，如今我年事已高，眼神也不太好使。你若真想治好那位中原公子的眼睛，可以先按这个药方敷敷日王后，试试给他重蛊。重蛊之事，可以再看他恢复的如何。如今只缺最后一味药，或合适。
就能找齐方子上治眼前的药。嘉义，少主，这样好玩吗？你们中原人都是榆木脑袋，真无趣。别离太远，少主，我找不到，你会摔倒。好了，我们快走吧。哎，怎么下雨了？嘉义哥哥，一胖，有点。把衣服脱了。啊，你要做什么？少主，你误会了，如今我们的衣服都被淋湿了，你要是穿着睡一晚，容易冻着。少主，过来。这小少主睡着时挺乖的。少主，你发烧了。我冷，真的好冷。你怎么起来了？少主乖，我抱着你睡，等会儿就不冷了。乖。别动啊，让我靠靠。睡吧，睡醒了病就好了。真是的，怎么这么娇贵？谁能够代替你那趁年轻轻轻的害怕？最最亲爱的人啊，路途遥远，我们在一起吧。我背你，上来吧。抓紧。疼吗？无感。嘉义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能让我不后悔救你吗？我知道你不是什么中原寻常百姓，你在中原的身份也不低吧？如果你的眼睛能治好，我让你安然无恙回去了，不要恩将仇报，更不要忘恩负义，好吗？可以。你记住，这是承诺，我们苗疆人最看重承诺，你一定不能做恩将仇报的那类人。不会，你放心。小怎么了？少主玩过水吗？幼时自然玩过，只是后来阿爹不让。你个小瞎子竟然欺负我！水脏了。公主，阿姐，死瞎子，谁允你把翠翠带进山的？你怎么说话的？你别听他说话。走开，别碰他！明和，穗穗，你怎么能跟一个中原人在山上待一夜？你还因为他凶我？少主，他好凶哦！穗穗，你就不怕自己回不来吗？明和，你用蛊香了？他可是苗疆少主，你们这些中原人少接近他。我早已经不会倔强，只想生生世世
在你的耳畔悄悄说情话，曾为你放下万千的荣华，和你携手走天涯，纵身肆意的来吧，且都是寻常人家。这小瞎子又跑哪儿去了？今天找半天没找着人。少主，小瞎子，是不是我最近对你太好了，所以你就敢让我好找是吗？哼，是我不对，让少主忧心了。谁担忧你了？你明明一点都不听我的话。那少主想知道我为何要让你来这吗？看到这里，主播要给宝子们推荐一个 App 抖音精选，上面还有很多像我这样剧情好看又画风精美的动漫视频。喜欢看这类的视频的宝宝一定不能错过这个 App。那你知道这山坡上有多少坟墓吗？入夜时常常传出各种可怕的惨叫，你就不怕碰到阿飘吗？有宿主在，我为何要怕？跟我来吧。带我来这儿做什么？少主，喜欢吗？喜欢。碎碎，碎碎，你敢这么叫，不怕我生气吗？你生气了，我改口就是。碎碎，在你这里的这些日子，没有尔虞我诈和光剑影，谢谢你，让我见识到了人间的另一面。等我眼睛好了，就带你去中原，让你亲眼瞧瞧蓝色萤火。好。糟了，这小瞎子不会被我吓着了吧？碎碎，这是我们苗疆特有的谢礼。这些萤火虫是你抓的？别人抓的。你对我下蛊了吗？没有，养蛊一事微许复杂。碎碎，我好像对你有种特别的感觉。是何种感觉？还记得我们初次见面时，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吗？六哥，他们这……原来皇兄让我们抓这么多萤火虫过来，是给他看的。都说苗疆人善蛊，不知皇兄是不是被他们下蛊了？六哥，那如今我们是先回宫，然后把皇兄在苗寨的消息同父王说吗？父皇那边，本王自会派人回去禀报。当下，我们先去洛州查清那群刺客的由来。人不领谁领不上我却只为你这样。你回眸过娇，我泪中带笑，就着急风中。参见殿下。锦衣，姑让你查的事如何了？刺客都是安平王派来的，目的在于毁殿下您的双眼。安平王确实私通外蛮，那日锦八在他府中寻到了一封密旨，是前阵子北将军在沙京的作战图。战况如何？3战2败。殿下，北将军已经在严查军中细作了，现如今您保重要紧。姑若放任不管，那大鱼迟早得被安平王玩完。锦衣，你先照姑的意思彻查东宫所有人，务必要把安平王的细作找出。殿下，那您的眼睛？看命吧，能好就好。请殿下放心，属下定会查出东宫细作，为此付出代价。回殿下，有人来了，属下先行回避。嘉一哥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少主，神医是如何大化的？嘉一哥哥，你要试试神医的办法吗？是。可是神医只说他有5成把握，若你恢复不好，那你这一生都不能逝世了。少主，若能瞧见，你可知我第一件想做的是何事？想知你的容貌，再记住它，日后接你去中原。陛下，你儿子好像是给……少主，我有样东西想赠你，劳请少主帮我把来时的衣物取出来吧。你是打算送那身衣物给我？
不是，那里应该有一块玉，你找找看。景川是我的表字，以后你来中原了，只要把这块玉牌带在身上，就是你的护身符。少主不必担忧，嘉义公子想必眼伤也能很快治好。少主，出去吧，我会尽最大能力去医治楚公子。我等你好起来，嘉义。岁岁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这里跳得很快。嘉义哥哥，有没有想过，倘若我长得不入眼呢？我对少主的真心无关相貌。那蛇去了云穗所在的地上没有？回王上，已经到了。皇上，如今天界小殿下只是凡体，我们贸然引他融合碎片，怕是不妥。无妨，本王自有法子。云落啊云落，你这可是又要欠本王一个人情了。明和都教了你些什么啊？怎么学得这样坏了？大晚上的跑到这里来。神医伯伯，嘉熙的眼睛治好了吗？少主，就在此时，嘉熙的双眼突然大出血，我险些止不住，因此我也不敢断定他是否能看见了。神医伯伯无需这样想，这是不怨你。他知道你在门外守着，怕你担忧过头而整夜睡不踏实。再过半个时辰左右，嘉耀应该能醒了。早知道就不叫你小瞎子了，把你真叫瞎了怎么办？你要是能看见我就好了。岁岁，为何亲我？因为想。少主，我想反悔了。什么？初次见面，你让我与你相许，我没答应。可现在，我反悔了。嘉欣哥哥，你一定会看见的。少主，据这几日所查，嘉义的眼睛恢复的并不如期。还有其他法子吗？有，并且这也是最下策。给他种蛊，若种心蛊，让蛊在体内清他的余毒，嘉义的身体也会一日比一日好起来。就是两情相悦之人种心蛊还好说，可被种蛊的人却不能。这样苟延残喘的方式，于他来说太过残忍。佳期，你怎么跑来了？少主，我愿意被你种蛊。嘉义哥哥，偷听苗疆少主谈话，在这可是罪。那你要罚我吗？嘉义，我没跟你开玩笑，你不懂种蛊对你们中原意味着如何，他日后会成为你的软肋，你是不是傻？岁岁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这里跳得很快。嘉义哥哥，有没有想过，倘若我长得不入眼呢？我对少主的真心无关相貌。嘉义哥哥，你真的情愿被我种下情蛊吗？我愿意，岁岁。然后从这天桥迢迢见你，今后我是。嘉义哥哥，你真的情愿被我种下情蛊吗？我愿意，岁岁。但我想对你用你会最好的方式，记住了，你永远不能背叛我。好。岁岁，岁岁，准备好了吗？
陛下莫忧，小殿下在凡间已经到了能娶媳妇儿的年纪了，就是这个媳妇儿不是女的。真是孽缘，岁岁怎么到了凡间还是躲不过青龙？陛下，朱雀和白虎从西南境回来了。他们俩回来做甚？玄武近日和妖尊袭了他们镇守的境庙，扰得凡间民不聊生。他们受伤了。北将军那边又如何了？回王爷，北镇已在彻查军中细作，不过我们的人早已离开军营。他想查就让他查吧。本王以为咱们的太子哥哥不过是不喜欢女人，先前派去东宫那群废物如何色诱不斗者，原来也不是无情无欲。你方才的意思可说这苗疆少主不仅救了楚家婿一命，连他的眼睛也治好了。王爷，依属下所见，但眼睛似乎并未治好。只是并未治好，并不是没有法子治好。楚家义的眼睛留不得。既然那苗疆少主如此喜欢插手本王的事，那也怪不得本王对他们苗疆做些什么。王爷，救太子殿下这事，苗疆人不过是出于好心，我们这样。岁岁，我的愿望是，你要岁岁平安。岁岁，筋骨种好了吗？对你虽有好处，但每月都会发作一次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给你配好每月解药。但是你要是变心了，我就不会再给你解药了。我会回来寻你的，以情作证。岁岁，还好吗？我很喜欢，嘉义哥哥很厉害，岁岁也很厉害。岁岁，睡吧，睡吧，岁岁，你要等我，知道吗？殿下，陛下得知你在养伤，很担忧，现有令要我们护送您速回宫。孤能看见了，太好了，殿下，我们在来时的路上瞧见了安平王的人，属下以为此地不宜久留。你再给孤1日时间，另外盯紧安平王的动静，在灯笼或是莲花灯上写上几行字，那愿望就能实现的话，那这世上人人都能得偿所愿。那如今呢？起码这1年有你在我身边，我自然不会觉得乏味。岁岁，在祈愿时不能睁眼。岁岁平安，岁岁，我的愿望是，你要岁岁平安。岁岁，阿姐，嘉义哥哥不见了，或许他是回中原了呢。可是他一个小瞎子怎么回得去呢？阿姐，其实我很喜欢嘉义。阿姐知道，阿姐看得出来。阿姐，他还没看长什么样子，也不知道他的眼睛好了没有，怎么就一声不吭的走了呢？他会不会不回来了呀？阿姐，岁岁，我们回去吧，别哭了。